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要来谈如何远离诱惑，拒绝污染。生活中也好啦，生命中也好啊，充满了数不尽的诱惑。有些诱惑呢，会激发我们的上进心例如我们想要过一个有品质的生活，我们会把那些诱惑我们的事情当作我们努力的目标嘛。那薪水高的工作就是一种诱惑啊，有升迁机会的工作也是一种诱惑，能够当主管并拥有权力跟头衔，这个也算是一种诱惑。老实讲了这些诱惑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好啦。然而问题就出在很难划清界限跟底线因为诱惑它会自己无限上纲，会无止境的延伸这才是让我们防不胜防的地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跟以前我们读书会讲过的但观于密，不见深坑，这些也是诱惑不是吗？为了追求钱财，铤而走险付出代价甚至为了钱财赌上性命都有诱惑跟烦恼是一样的，烦恼都可以是成佛的种子啦。那诱惑讲起来应该也没什么好怕的嘛。然而如果处理的不好啦，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举例来讲嘛，抽烟喝酒是嗜好，也是一种习惯嘛。那追根究底呢，也是诱惑。那这个诱惑会导致我们失去健康珍珠奶茶啦炸鸡排啦日本拉面啦等等的，也都很好吃也都是很难拒绝的诱惑但这却是伤害我们肾脏的前3名我有一位朋友他是把啤酒呢当作水来喝结果不到50岁就因为肝癌谢谢收看了。那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把咖啡当作水来喝他口渴就是喝咖啡，一滴水都不喝的可想而知那个后果啦。另外像街头飙车啦、酒后开车啦、夜店狂欢啦、嗜酒如命等等，最后乐极生悲而出事情的更是不胜枚举嘛，不是吗？那还有呢，更严重的，拒绝不了金钱跟美色的诱惑而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那这个就不是只有犯规而已而是牵连到法律问题可能会身陷囹圄而失去自由那以上所讲的这些就是佛遗教经讲的但观于密，不见深坑意思就是只贪图眼前的享受或执迷于习以为常的坏习惯而无法摆脱诱惑，最后就是一个大深坑、大陷阱在等着你其实诱惑也是一种魔它会让我们产生什么贪婪的心理叫做贪魔啦。那魔很会诱惑我们偏偏我们又那么容易被魔诱惑那人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诱惑呢？因为内神通外鬼内神通外鬼说好听是内神其实就是内鬼跟内魔啦。那内鬼跟外鬼呢通力合作，内魔跟外魔呢合作无间，里应外合我们如果没有相当的法力跟功力就很难去抵挡有时候是魔不迷人，人自迷那其实外魔并没有主动来诱惑我们外魔只是站在那里，是我们的内魔自己跑去跟外魔勾搭，是自己自投罗网。那这个不能怪外魔对，而是要怪自己的内魔啦。举例来讲嘛，你不要去逛百货公司，就不会被那些什么周年庆全面打折啦租约到期啦买一送一啦结束营业大拍卖啦现金折扣券啦什么租约到期随便卖啦等等所诱惑嘛。是你自己跑去给人家诱惑的不是吗？人很奇怪不出去逛好像也没缺少什么
一逛下去呢，变成什么都缺。哎呀，这么便宜不买也可惜啦，买一送一哦，买到赚到哦，啊，此时不买，看待何时啊？这就是贪欲这个内魔呢，在我们心中哦，招兵买马，做大势力的啦。这个会让我们没完没了，很难收拾。连平常哦很节省的人哦，这个时候都会出手大方啊，很难抗拒哦。其实老实讲了，你说那个 window shopping 啊，眼睛看看就好了。老实讲啊，眼睛看看也是有风险的啊，最好不要去逛，就不会去看，因为眼睛虽然是灵魂之窗啊，但却也是欲望之窗哦。看到就要吃到啊，看到就要买到啊，不是吗？所以我们生活中的到处充满了诱惑，那要如何远离诱惑，拒绝污染呢？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心中的问题啦。各种欲望的诱惑啦，都是一种境界的陷阱。而无论什么境界陷阱呢，只要我们的心被它牵绊、触动了这样就是着境跟境界沾染的意思了。那人的心很容易被境界沾染哦，为什么？那是因为七情六欲升起来了啦。那这七情六欲也是内魔啦。生活中的诱惑跟污染在我们长期不自觉的这个接触之后呢，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哦。而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宾至如归，逐渐的反客为主哦，默默的主宰着我们的信念哦，误导我们的价值观呐。那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啊。这些无意身心灵的东西，在我们长期的耳濡目染之后呢，慢慢的会占据了我们思想的领空一直到很明显左右了我们的言行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惊慌失措开始急急忙忙的要去找立竿见影的妙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嘛，现在我们社会上不是很多吗？禅修啦、灵修啦、冥想啦、静坐啦，甚至一大堆那种迷信的怪力乱神甚至还有邪性都有这种提升各种这种提升身心灵的短期课程到处林立，百家齐鸣，大家各取所需。那这种不是从根本上去下功夫的盲修瞎练呢，会造成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这个就好像在黑色的染缸里面呢，要进行漂白那是缘木求鱼，是绝对困难也不可能的事情嘛。然而这就是我们社会人心的心态有一次一位朋友问我了，为什么要提升心智，就要远离诱惑跟复杂，还要拒绝污染呢？他并且说其实我们如果心念正的话，是否应该不怕被复杂的环境所污染，也不怕被诱惑呢？我就回答他了虽然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改变我们的心境嘛。但如果能慎选生活的环境，则比较会有机会的营造出生命的情境。孟母三迁跟良禽择木而栖，就是这个道理嘛。还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要提升心灵，让自己返璞归真、明心见性，就要懂得选择适合环境来修炼没有人会选择一个看起来就不喜欢或不适合的环境去生活嘛。但是如果已经生活在一个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很适合的环境，那我们这个时候有必要启动转境跟转念的机制去以心转境嘛。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嘛。其实我们也不必为了强调自己的一心不乱我修得很厉害，不心不乱，而刻意去不适合的地方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了。刚刚他说嘛，我们也不必怕这个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啦，是有没有必要的智慧取舍啦。对就好像骑单车表演就很精彩了，就很多人看了，你干嘛去高空走钢索呢？是吗？一样的道理嘛。那有人也会质问说，照你这样子讲这里不能去那里也不要去，那这样生活是不是很无趣
其实你放心啦，不会啦。因为当我们生活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的时候，适当的场所我们实在没时间去，不适当的场所我们更不方便去。所以唯有善用时间，慎选去处，用智慧去有效过滤时间跟空间，人生才会有生趣。只有情趣但缺生趣，生活会因缺少生机而终归无趣。现在网络很发达嘛，那各种好坏啦、对错啦、真假的那个讯息啊，跟新闻啊，如恒河沙啊，让人目不暇接啊，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的哦。我们唯有自我提醒啊，教育性的牢记我心，知识性的参考我心，八卦性的远离我心啊，这样就是在自己的心中装置了一套防毒软件啊，跟筑了一道防火墙啊。那生活中这种防毒跟过滤的功夫能够有效作用了，能够有效发挥的话，那这个就是去无存菁啊，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美学。好，生活中或生命中啊，想要远离诱惑、拒绝污染呢，这个孔子有教我们一套对治的办法。我也是拿这个来当做我的自己的警惕的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意思就是说，无益身心的东西不要去看，不正确的言论不要去听，没有营养的话不要去说，没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去做。也就是激情跟煽情或光怪陆离、怪力乱神跟灵异鬼怪的东西不要去看啦。以讹传讹跟道听途说的路边社新闻啊，跟认知作战的假新闻也不要去听啦。还有邪知邪见的言论也不要去听。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哦，我们会看到啊，如果不幸看到或听到了，也不要马上就深信不疑啦，最好先保持保留的态度啊，再仔细去分析，然后再做出精确的判断啊，这样就能确保我们的心地清净跟思想纯正了，身体自然就会散发出抵抗诱惑跟拒绝污染的力量哦。因为心正气盛邪不侵嘛，就是这个道理嘛。现在社会上很多脱序的言论跟行为，就是始于道德微弱跟人心纷乱嘛。要社会不乱，就要人心先不乱嘛。那人心不乱，必须人人起正念，人人有善行，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那自心有成，则何乱之有啊？当然就不必治乱了嘛。相反的，人人明争暗斗啦，争名夺利啦，尔虞我诈啦，这样道德价值观错乱了，那社会就会混乱嘛，政治就会腐败。所以你看，有一些落后国家政治腐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成也是正念心的，败也是正念心的。好，以上我们讲了一大堆啊，那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哦。然而佛法不离世间法，如果我们再以佛法的角度来探讨的话，那更会是更上一层楼，道理会更究竟，说服力会更强，大家听得会更有感。以佛法上来讲了，心灵上的诱惑跟污染，主要是来自5个欲望跟6个染尘叫做五欲六尘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嘛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个这个欲望呢，被认为是造成我们执着、困扰跟烦恼的主要因素之一啦。那6尘是指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嘛，6种境界啊。这6种境界会让我们的心灵跟感官呢，很容易被外界诱惑，而产生污染情事的作用，就好像是尘埃一样灰尘一样所以叫做6尘嘛。那6尘跟五欲其实意义是大同小异的而五欲更被称为什么？地狱5条根。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专注讲五欲好了那五欲虽然是5种诱惑，
但我们也不能说五欲无一是处，说否定它啊，这样就太极端了啊，就太武断的了。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以正念来追求财色名食睡，这样就是善法欲望的欲啦，啊，这是精进求道的资粮哦。相反的，以邪念来追求财色名食睡，啊，这样就是恶法欲，这是步入堕落的深渊呐，所以才说是地狱5条根嘛。因此啊，五欲处理的好是道粮，处理的不好就变成毒蛇啦。好坏都是看我们怎么拿捏跟取舍啦。啊，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好像一把刀子嘛，拿去切菜叫做菜刀啊，拿去杀人叫做凶刀啊。刀子本身没有好坏啊，但是人心有好坏啊。同理啊，法也没有正邪之分啊，但是人心有正邪之分哦。同理啊，方法跟工具也是没有好坏啊，但是用的人跟用的方法有好坏。会用的人是妙用啊，不会用的人是使用啊，生死的死啊，或者错用，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嘛。对于五欲啊，这个《大智度论》啊，里面有说到啊，五欲无益，如狗咬骨啊，这个字念咬啦，左边是个咬齿的齿，右边是一个交通的交啊，要念咬骨，意思就是说，哎呀，五欲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就像狗咬骨头一样啦，咬到最后也是一场空嘛，又说五欲烧人呐，如逆风直炬啊，意思是说逆风拿着火把，风这样吹过来，你会烧到自己啊。还有说什么诸欲乐甚少啊，忧苦毒甚多啊，为之失生命，如蛾复灯火啊。简单讲就是说，太重五欲的话啦，就好像是那种飞蛾扑火啦，那这后果就可想而知的嘛，对不对？那这几句都是说明对五欲对于人的危害很大啦。好，那我们来讲五欲的第一个财欲。金钱虽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万万不能嘛，所以金钱管理跟理财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到安稳的生活，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健康的身体啊，更买不到智慧啊。有福报可以赚到钱，也不一定有福报用钱啊，尤其更不一定有智慧用钱呐。再多的财富，大家都很清楚，身外之物嘛，一毛钱也带不走啊。如果执着在这些身外之物，而不善于运用，当作好像个守财奴一样，这样只会徒增人的贪欲而已啦。那钱财是五家所共有，这是学佛人大家都知道嘛。那五家刚刚说都不是我们的五家啊。第一个火灾，第二个水灾，第三个贪官污吏，第四个盗贼小偷，第五个不孝子孙啊。学佛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了哈。然而有一种人对钱财的处理啊，跟认知就显得很有智慧哦，因为他把辛苦赚来的钱财拿去欢喜布施啊，不但对父母啦、妻儿啦、亲友，甚至对自己的佣人不认识的人，尤其是贫苦的众生呢，他更是尽心尽力去接济啊，同时还供养三宝，努力积蓄功德财啊。那这种人呢，临命终时啊，将会因他的欢喜布施的功德呢，而转生天道，受大福报啊。有钱不一定能够买到和乐的家庭啊，不一定能买到可贵的友情啊。很多人因为忙于赚钱，因而忽略了宝贵的亲情，无法善尽教养子女的责任。我们身边就很多这种的事业有成的大企业家，忙着赚钱，所以家庭里面的亲情跟孩子的教育呢，老实讲已经是偏差掉了。金钱如果处理不当，会使人产生很多的烦恼跟痛苦。所以为什么佛经里面把这个钱财当做什么？常用毒蛇来比喻钱财的意思的。
是个祸患呢。但是呢，钱财不能说不重要啊，对不对？要持平呐。所以说了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贫贱夫妻百事哀嘛。一个在家居士不能没有钱财哦，否则如何孝养父母呢？如何安顿家庭呢？如何护持公益事业？那这些都是需要钱财作为助缘的资粮啊。而我们要弘法利生啊，又要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一步八脚印的齐头并进的，那这些都需要十方的护法大德出钱出力来扶持否则怎么推动这些佛教事业呢？那国家社会也是一样啊，各项的发展都需要强大的国库做后盾啊。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必须来路清楚，用途正当的净财，清净的净啊，才是佛教所容许的哦。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好，以上所讲的就是财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第二欲，色欲。很多人在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五光十色的感官刺激里面迷失了自己啊。也有很多人在吃喝嫖赌中浪费大好生命，断送了锦绣前程啊。新闻中我们常常看到嘛，一些人呢，甚至是达官显要也好，社会名人也好啊，在虚幻的美貌跟情爱的诱惑之下呢，落得身败名裂啊。太多这种例子了。那印顺导师在《成佛之道》这本书里面讲得很重。他说啊，五欲中啊，男女欲也就是色欲是最严重的。男女呢恩爱缠绵啊，互相束缚啊，互相捆绑啊，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多少人为了男欢女爱，引出无边的罪恶，产生无边的痛苦啊。在经文里面把它形容为如紧紧的绳索，绑得你破皮破肉、断筋断骨，还不能舍离呀。那这是跟修定背道而驰的。所以即使是在家弟子呢，如果想要修炼禅定跟正定呢，非节制淫欲不可啦。这句开示是醍醐灌顶的，铿锵有力啊。有一句话叫做食色性也啊。这句话很多人甚至是连学者都搞错他的意思哦。这句话跟孟子时代的这句话是那个孟子时代的那个告子说的啦。那后世人呢，包括现在的人呢，大多是把这句话形容为什么？男人爱美色或女色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啦。而许多风流的男性也常把这句话呢，把食色性也拿来当作冒犯女性或出轨的借口啦。那这些都是把这句话错误解释哦。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食色性，食是指喜爱，色也不是指男女入骨的那种情色之事哦，而是指一切美好的事物啊。性也不是单指两性关系，而是指人本来的本性。所以食色性也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喜欢美好的事物是人的天性。哇，这个跟我们所误解的食色性也意思是相差10万8千里啊！对，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食色性这句话被断章取义了啊，甚至还成为许多好色之徒为自己那种丑陋的行为的辩解的理由啦。这句话如果后面可以接一句孔子讲的“君子好色不淫”，那整句话就圆满了，也不会被误解的啦。食色性是讲人的天性嘛，刚刚讲嘛，对。那君子好色不淫啊，邪淫的淫呐啊，是提醒我们呢，无论是君子或者是圣贤呐，好色的天性虽然在所难免。不过好色也是要能够拿捏尺度，而不能让它变成放荡跟淫乱啦。所以好色不淫，这个不淫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啦，要适可而止啦，要有底线啊。虽然没有否定人性跟喜爱美食跟美色，但是呢不能过分啦。
要有底线的约束啦。那人的欲望需要有道德规范，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发乎情，止乎礼呀。孔子他不去批评君子追求女色的本性，他不予置评，但强调大家都要修身养性啊，认为这个七情六欲如果起来的话呢，还是要止乎礼呀，要有所约束啦啊。那其实佛法讲色欲呢，不只是男女情色而已哦。我们这个身体也叫做色身嘛，不是吗？也是一种色啊。所以要约束色欲是没错，但身体这个色身也是要把它照顾好。哦，我们有念经的人都知道嘛，佛经里面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呀，鸟语花香，而东方琉璃净土呢是什么？富丽堂皇，令人向往。而佛陀说法的时候，通体放光啊，佛光普照啊。那菩萨示现的时候，什么？璎珞披身啊。这个都在显示呢，修道成佛不一定说要去住茅草屋啦，穿破衣服啦，不是这样子啊。佛陀是赞同修行要能够吃苦，但不赞成苦修啦。啊，吃苦跟苦修在程度上是有些不同。庄严的色相一样也可以使人悟入真理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要弘法利生度化众生，也是要现庄严相啊，而不是邋遢相啊。要做菩萨，要做庄严菩萨，不要做邋遢菩萨。所以有一个叫做形象管理嘛，不是吗？那要把自己的形象顾好这个也是庄严的相啊。好，那这一段讲的是色欲嘛，接下来我们讲名欲，财色名啊，名相也好，名誉也好，荣誉的誉的也是大家追求的欲望嘛，这个也是一种诱惑。不过名相跟名誉有微妙的区别哦。名誉是由别人的评价跟认知而产生的，名相则是一种自我的执着而产生的不一样。俗话说了，荣誉是人类的第二生命那追求名誉不但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个团体进步的原动力哦。被肯定了嘛，对不对？我们继续努力啊。那一个人如果连荣誉感都没有，那生活会好像行尸走肉哦。因为没有荣誉感，也会造成没有羞耻感对，很有道理啊。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迷恋于名誉地位所带来的虚荣心跟优越感，而终日汲汲营营、忙忙碌碌为的只是一些虚名跟名相这样就很容易走火入魔，不但自己的患得患失，造成精神上的负担，同时也很容易不择手段而造业我刚刚讲嘛，这个是会容易无限上纲对，会无限上升现在有些人生活很苦很烦就是忙着在追求虚名的名相跟头衔，而不是珍惜得来不易的名誉跟名声所以佛法我们讲去我执灭我相，名相也是我相之一好，接下来我们来讲食物的欲望，财色名食第四个食欲饮食是为了养生活命对我们很重要所以古话才说民以食为天嘛。这句话是说食物对人的重要性，它提供了我们生存所需要的营养跟能量因此他强调了食物在人们生活中基本的需要跟重要。那食物不只是生活所需它也是影响生活品质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呢，我们往往美食当前不容易控制，不知节制，大快朵颐暴饮暴食结果损害了身体的健康，所以病都是吃出来的，不是吗？那吃素虽然可以降低口欲但也很难讲茹素的人是没有口欲很难讲有一些茹素的人对素食也是相当研究相当讲究的讲究过头也很可能
口欲难断呐。那素食者都这样子的，那荤食者要降低食欲，那更是困难嘛。那我自己对本身的饮食原则是吃给他不饿就好啦，而不是要把它吃饱啦。其实呢，目前现代化国家的人呢，普遍患有营养过剩跟肥胖的问题啊。也有些人呢是非时而食啊，趁兴而食啊，意思就是说，不是进食的时间呢，他在吃东西，他在进食，趁兴而食，看到好吃的东西呢，就趁机随性大吃一番呢，那这样就破坏了肠胃的功能了嘛。那也有很多人呢，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在样式口味上力求变化翻新，那不惜去杀害生命，凡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山中爬的，都成为人类大肆捕杀的对象。不但破坏了地球生态的平衡也是遗祸后世子孙也是为自己种下了日后恶业的苦果的种子新冠疫情的灾难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上天对人类杀生过多的惩罚跟教训好，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一欲，第五欲，睡欲睡觉休息能滋养我们的身心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尤其菩萨道的道路很长，是马拉松赛跑，不是短跑冲刺更需要适当的休息来维持体力。如果常常是倦怠无力、体力不济、精神萎靡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这个要如何学到修行呢？所以如果睡太久或睡太多而变成贪嗜睡眠这样贪睡也会变成是一种贪欲变成是修道的障碍所以不是要我们没有睡觉的欲望，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走极端而是睡欲我们也要把它处理得很好虽然说宁愿没吃饱，不能没睡饱，但是呢，睡饱不一定是睡很久啦，睡太久反而对身体不好，有时候腰酸背痛嘛。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腰酸背痛不是说是睡太久的腰酸背痛嘛，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然而睡不够也是不好总而言之过犹不及也是要采取中庸之道了好，那以上是针对地狱五条跟五欲的解说了。这个五欲，我们如果把它对治得很好就能不见可欲，其心不乱不去看那些可以引起我们欲望的那个诱惑心就不会乱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样就能够远离诱惑，拒绝污染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远离诱惑，拒绝污染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